嗨，大家好！一觉醒来，一条神秘的新闻公告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首。就在7月1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和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条极为耐人寻味的新闻。原文如下：2022年7月1日，某实验室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进入试运行阶段。有关上级领导、联合组建单位领导、中国航天科工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杰、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林清、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柱平等出席揭牌仪式，共同为实验室揭牌。短短几行字，既没有视频，也没有图片，研究方向也没有提，甚至被揭牌实验室的名字也不得而知，只用了一个某字。航天科工如此故弄玄虚，那么引来一众网友的热议就是必然的了。这个某实验室也立刻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由于信息量实在太少，网友们的猜测也都神乎其神，于是很多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个某字上。有人说某的本意为酸果，拆解开来为甘和木，即甘甜的植物。中国航天一直在秘密推进太空及外星植物种植计划，目前已经实现了早期太空种菜和月球种棉。为了未来长期可持续在太空和地外星球生存，特意建立了这个中国航天太空农业科技实验室，简称甘木实验室，即某实验室。还有人说某即去火之煤，煤中加入水可灭火，剩下的这个某就是水洗煤的意思了。因此这个某实验室就是在研制下一代最新火电燃料水洗煤的实验室。当然这还不是最离谱的说文解字，还有人说某乃去女之媒也，换句话说，这其实就是个公办婚姻介绍所。既然没有女人，自然主营的就是男同婚介服务。由于中国目前同性婚姻尚未合法化，所以现阶段过于敏感，于是就不便展示了。当然，类似这样的揣测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上这些呢，大家看看就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某实验室究竟是做什么的。先来看这篇短文的几个重点：一、注册地点在北京；二、正式挂牌后开始进入试运行阶段。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这项神秘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初步预演阶段已经完成，进而才会成立实验室，加大研究力度。三、参与人。文中提到了3个人，第一位是航天科工的一把手，也是党组书记兼董事长袁杰；第二位是纪检监察组组长林清；第三位是副总经理刘柱平。此外还有2个神秘嘉宾，一个是有关上级领导，另一个是联合组建单位领导。按照中国党政军也包括国企在新闻中介绍了领导的顺序排名，都是级别和资历由高到低依次介绍。显然有关上级领导最大，联合组建单位领导其次，科工的董事长袁杰第3，科工的副总经理刘柱平则排名最后。此前介绍官员级别那期视频提到过，国务院下属有正部或副部级的直属机构或直属事业单位，而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存在，当时并未提及，那就是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而这个特设机构中有且只有一个成员，那就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为国务院国资委，为正部级机构。而这个国资委刚好就是今天介绍的主角航天科工的直属上级领导机构。也因此新闻中的这个有关上级领导，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来自国务院国资委了。国务院国资委的主任级别为正部级，直接向总理李克强汇报，名字就不说了，感兴趣的自己去查一下。那么如果这次是国资委主任亲自出席，那足以可见国家对于这个神秘实验室的重视程度了。而下属机构航天科工集团的级别为副部级，换句话说，科工的党组书记兼董事长袁杰的级别为副部。至于联合组建单位的领导就不好猜了，可能性太多，不过还是能从其他人身上找到些许线索。既然这个实验室是航天科工主导，那么科工一把手董事长袁杰出席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要想厘清这个实验室具体是做什么的，科工的一把手或者国资委的领导，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另外几个执行具体工作的参与人。一个是纪检监察组组长林清，我查了一下他的资历，为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毕业，非理工科，而且担任的是航天科工纪检监察组组长，所以应该不是某实验室的具体执行者。那么剩下的最后一个就只有排名最后的副总经理刘柱平了。刘柱平，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毕业，
曾是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25所的所长，航天科工第二研究院型号总行政负责人，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2021年1月起，担任航天科工集团的副总经理和党组成员。从其资历来看，是科工二院的老人，并担任过二院25所的所长和二院院长。那么，科工二院是做什么的呢？如图，这是我罗列的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的所有院所以及他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此前介绍过，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一个是把人送上天，一个是把人送西天。左边的航天科技研究的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项目，例如长征系列火箭、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工程、中国空间站和北斗卫星等等。而右边的航天科工研究的是保密程度极高的中近程战术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防空导弹和反导系统等等。也难怪科工人自嘲，人家的成功人士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成功人士只能在未来的历史书中查到。他们成功了，国家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我们成功了，国家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两句话足见两家公司的性质，所以航天科工此次揭牌的这个某实验室弄得如此神神秘秘，其实是源自科工过往的传统。回过头来接着说刘祝平所在的科工二院。如图，科工二院同样地处北京，而且所研究的领域为防御技术，全称为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简单来说，就是研制防空导弹和反导系统等等。而刘祝平担任过所长的二院25所，主要是研究导引头、引信、指令制导等微波和毫米波技术。25所能宣传出去的，自然是在载人航天工程里用于交会对决的测量敏感器等等。不能大肆宣传的，就是二院研制的各类防空或反导武器的制导系统了。这个院本人还比较熟，因为专业比较对口。当年很多通信、信号、微波方向的同学毕业后都去了航天二院。由于航天科技没有第二研究院，所以航天二院也就单指科工二院了。既然刘祝平的履历绝大部分时间都来自科工二院，那么这次新成立的某实验室会不会跟科工二院主研的方向有所衔接呢？换句话说，跟防空或反导系统有关。而就在实验室成立的10天之前，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6月19日，中国刚刚又完成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实验，我还做了视频。当时的拦截弹刚好就出自科工二院的红旗19。而试射后没几天，航天科工的这个某实验室就半遮半掩的成立了。也许这些都不是巧合，当然这也是我通过参与人的个人资历所做的推估，一家之言。其他网友推测的什么鸾鸟空天母舰、腾云工程、红岸基地等等，说的也是言之凿凿。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也许正像航天科工人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个某实验室将会在未来的历史书中找到。好吧，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